崔佛见塔瓦纳明显有些生气，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想过是不是顺着塔瓦纳说几句对方喜欢听的话，这样也能缓和一下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可是也不知怎么的，叶晨方才那番话总是让他回想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他记得自己童年和青春期时，美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腐烂诱惑，纹身、抽烟都还只是小儿科。他身边许多朋友因为一味追求潮流和耍酷，年纪轻轻就加入帮派，有的人年纪轻轻就成了瘾君子，还有人还没成年就已经和街头的帮派分子一起持枪抢劫、火拼，最后锒铛入狱，甚至横死街头。而他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棒球领域披荆斩棘，靠着棒球拿到名牌大学全额奖学金，甚至加入职业联赛走上人生巅峰，一半以上的功劳是他的父母一直为青春期的他纠正方向。每当他开始偏离正常向上的人生轨迹时，父母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拉回正道上来。所以想到这些，再去看待女朋友一直以来支持的那些事情，他就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起码不该因为未成年的认知障碍就剥夺未成年人的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更不该替未成年人做那种不负责任的决定。更何况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些，确实会让一部分没有主见的未成年人觉得这种事情很酷、很潮流，继而影响自己的判断。有了这层心思，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支持的话。于是他耐心地对塔瓦纳说，宝贝，其实我们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那个叶先生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中学时很多同学就开始抽大麻，很多人抽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给大家一种感觉，让大家觉得抽它是当时最酷的事情，比拥有一辆自己的皮卡还要酷得多。男生只要抽了它，在女生面前就是最帅的那个。当一个男生浑身大麻味道的时候，周围的女生都会高看他一眼。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社会环境就是那样，大家在那种环境下耳濡目染，就会把坏的当成好的去刻意追求，似乎沾染的坏习惯越多，就越能被人高看一眼。如果不是我的妈妈一直以来不断纠正我的方向，我根本不会以你男朋友的身份坐在这里。或许我可能已经死了，或许我正在俄亥俄州利间狱里服刑。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也不要太过于极端的去支持和宣传，一定会产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坏结果。塔瓦纳冷声道，崔佛，我想要的是一个对我忠诚的拥护者，而不是一个在我身边反驳我、告诉我怎样做才正确的说教者。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你最好尽快把视频按我的要求剪辑出来。如果你做不到，那我们最好还是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眼看塔瓦纳冥顽不灵，崔佛一时间陷入两难，而两人之间的气氛也随着塔瓦纳的发怒而陷入僵持。而与此同时，费可欣的车队也已经来到了东京巨蛋的内部，车还没停稳，他便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叶晨和萧初然，这让他心里感觉有些受宠若惊。万没想到自己跑来拜访叶晨，而叶晨却在门口等候自己。车停稳后，他不等助理开门，便自己将门打开，立刻走了下来。三井良孝见到他，立刻便带着妻女上前一步想要寒暄，而费可欣却根本没有看他，而是直接来到叶晨面前，恭敬又有些惭愧地说道，叶先生，可欣赶来见您，怎担当起您亲自出来迎接。这话一出，周围的人全都傻了。费可欣可不是费家千金，她是费家家主啊，而且是对家族掌控力强大到无与伦比的1号人物，为什么会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如此毕恭毕敬？且不说他的爷爷对他100%支持，就连他那些叔伯和堂兄弟也对他唯命是从，他在费家一个潜在的敌人都没有。费家无论是龙是虎，全是他的部众，单这一点
就使得费可欣不同于所有的富二代，就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霍华德，对家族的掌控力也远远比不上费可欣。在外界看来，当初费家的费浩洋在乔云飞打造的私人岛屿上，与一众纨绔无恶不作的巨大丑闻一经曝光，费家声誉当即一落千丈，险些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关键时刻，费可欣站出来力挽狂澜，没有开脱任何责任，直接拿出巨额赔偿金，并且公开道歉，承担一切责任。这种担当，全世界罕见。大家也都认为费可欣是那一次的完美操作，让整个费家心服口服，全心全意听他号令。但其实只有费家人才知道，费可欣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能够坐稳大位。如果不是叶晨在背后支持，费家就算丑闻缠身，也依旧会不断追杀费可欣和他的爷爷费建中。如果不是叶晨在背后支持，就算他在关键时刻扶费家大厦于将倾，费家也会在事后把他打入冷宫，甚至一脚踢开。而费家人在度过危机之后，之所以依旧不敢反了费可欣，也全是因为叶晨的存在。只要叶晨还在，只要叶晨没有与费可欣决裂，那他就是费可欣的定海神针。费家从上到下莫敢不从，就算是费家头号继承人费山海，以及他的长子费学斌，这两个费家当初的执掌实权者又如何？叶晨当着他俩的面用枪顶住费浩洋额头，问他俩今日杀费浩洋他俩服否的时候，这对父子就已经彻底被叶晨击溃。从子弹贯穿费浩洋头颅的那一刻开始，叶晨就成了费山海、费学斌父子二人一生难以摆脱的梦魇。至于费建中，为了长寿，他早已经心甘情愿放弃了对费家的一切掌控，安安心心做他的长寿太上皇。对费可欣不但没有半点不满，反而将其视为大救星。故此，也正是叶晨的强大、肃杀和丹药，才多方确保了费可欣能够在费家稳坐钓鱼台，确保了费家上上下下对费可欣没有半点异心。所以，抛开费可欣内心深处对叶晨的爱慕情愫，但就这份恩情，便足以让他对叶晨一生俯首。也正因为如此，即便三井家族的家主就在这里，费可欣也依旧要先向叶晨表达尊敬，以及内心的诚惶诚恐。就连萧初然都有些看懵了，他知道费可欣尊重自己老公，但没想到会尊重到这种地步。而叶晨此时却一脸的不以为然，似乎费可欣对他的尊重都是应该的。他看向费可欣，微微一笑，淡然道：“没事儿，在里面感觉乌烟瘴气，出来透透气也是不错。”费可欣聪慧如丝，一听这话，就猜出里面估计有什么人，何事让叶晨心生不满，于是便毫不犹豫地说道：“既然叶先生觉得里面乌烟瘴气，那可欣就陪叶先生和夫人在外面待会儿吧。”萧初然有些恍然，连忙道：“可欣，你怎么变得这么客气了？”费可欣看着他，笑着在他耳边低声说道：“正式场合，一定要给叶大师面子，以示尊敬吗？”萧初然也低声道：“可欣，大家都是朋友，你跟叶晨还这么客气做什么啊？”费可欣悄悄道：“初然，虽说大家都是朋友，但多亏叶大师帮我破了风水局，我才能坐上费家家主的位子。要不是叶大师，我可能现在还到处流亡呢。有这份恩情在，我在外人面前必须得对叶大师毕恭毕敬。”三井良孝在一旁都听傻了，他本来心怀激动地迎接费可欣，没想到费可欣因为叶晨随口的一句话，竟然连进都懒得进去了。自己在里面都已经宣布了费可欣要来的消息，这要是费可欣真的宁可在门口站着都不进去，那自己这张脸也无处安放。眼下虽是大冷天儿，可三井良孝还是急得一脑门汗。他犹豫片刻，还是连忙上前，殷勤地说道：“费小姐，叶先生，这外面还是挺冷的，不宜久留，咱们还是进去说话吧。叶先生要是不想理会斯维特，大不了就不与他打招呼便是。”斯维特，
费可欣好奇地问道。是那个塔瓦纳斯维特吗？叶先生跟他有矛盾？没有，叶晨微微一笑，说道，昨天看了一场比赛，一个大老爷们非说自己有性别障碍，参加了女子组的搏击比赛，比赛的时候落了下风，还试图通过袭胸来逆转局面，看得我属实有点恶心。今天又总听那个女歌手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些，我个人就有些不太赞成，所以与他辩论了几句，谈不上什么矛盾。说着，叶晨又道，人家三井先生做东，你既然来了，就没有在门外待着不进去的道理。走吧，咱们一起进去。三井良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长出一口气，同时也不免有些感激地看向叶晨。费可欣要是真不进去，自己还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叶晨这完全是在帮自己缓解尴尬了。费可欣听叶晨都这么说了，便立刻爽快地说道，叶先生既然说了，那就一起进去吧。